奥地利物理学家埃尔文·薛定谔是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，但是他最为大众所知的却是他从未做过的一项试验，一个关于猫的思想试验，即薛定谔的猫。他假想将一只猫置于一个密闭盒子内，里面安放了一个1小时内有50%几率杀死猫的装置。在那1小时的结尾，他提出一个问题：现在猫是活的还是死的？常识告诉我们，猫不是活的就是死的。但是薛定谔指出，根据量子物理，在打开盒子的前一瞬间，猫既是活的也是死的，即猫同时处于生与死的混合状态。只有打开了盒子，我们才知道猫是生还是死。除此之前，猫一直处于一种混沌可能性的状态，既生又死。薛定谔的观点听起来很荒谬，他发觉量子物理如此难以理解，以至于他本人都放弃验证此理论，并转而研究生物。虽然薛定谔的猫看上去很荒谬，但是它却是很真实的，实际上也是很基础的。如果量子物体不能同时处于双重状态，我们现在用来观看此视频的电脑就不会存在。量子的叠加现象是自然物质波粒二象性作用的结果。一个物体要想有波长，就必须扩展空间范围，这就意味着它必须同时占据许多位置。然而，一个物体的波长限制在一个小的空间区域内，无法完美定义，因此它同时存在于许多不同的波长中。我们看不到日常物体的这些波特性，因为波长随着动量的增加而减小。猫相对来说又大又重。如果我们取一个原子，并放大到太阳系大小，那么从物理学家身边跑来的猫产生的波长，就相当于太阳系里的一个小原子。它小到无法探测，所以我们永远不会看到猫的波动行为。但是很小的物质，比如说一个电子，确实能表明波粒二象性存在的证据。如果我们一次把一个电子射向一个有2个狭缝的装置，远处的电子会像物质一样马上被探测出在哪个位置。我们大量重复此实验，持续追踪所有电子的轨迹，你会发现它们的轨迹表现出了波的特征。一组条纹具有许多电子的区域被完全没有电子的区域隔开，挡住其中一条缝，条纹就消失了。这表明该图案是每个电子同时通过2个狭缝的结果。单个电子不是选择向左或向右，而是同时向左和向右。这种状态叠加也可由现代科学解释。原子核附近的电子存在于一个扩散的波状轨道中。让2个原子靠近，电子不需要只选择一个原子，而是在它们之间共享一些化学键，就是这样形成的。分子中的电子不是在原子 A 或 B 中，是在 A 和 B 中。如果你添加更多的原子，电子会更加扩散，同时被大量原子共享。电子并不是牢固地绕某个原子旋转，却在空间内绕着分子旋转。这种庞大的状态叠加表明了电子是如何在导体、绝缘体和半导体间运动的。了解电子被原子共享的方式，使我们有可能精确地控制半导体材料的性能。比如说硅将不同的半导体以正确的方式组合，令我们可以将晶体管制造成很小的规模，集成大规模集成电路放在电脑芯片里。这些芯片和扩散的电子掌控你们正在看此视频的电脑。有这么一个老笑话，互联网的存在使我们可以分享关于薛定谔的猫的视频，但是溯本求源，互联网的出现却要归功于一位奥地利物理学家和那只虚构的猫。观看这个视频，探索新的思维试验，点击订阅，每周学习新知识。